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家博。LPL 职业联赛夏季赛的比赛正在持续进行之中。在之前进行的第5周比赛中 ，BRG 战队在更换打野的情况下，依然还是没能获胜，输给了 WBG 战队，战绩变成了2-6，晋季后赛基本已经只剩下理论可能了。而在昨天 ，BRG 战队突然再次发布了一条官宣。内容是与队内选手有关的，战队将再次做出人员调整，而这次换的是 ADC 选手。BRG 战队在今年夏季赛暴露出了诸多问题，几乎每个位置的选手打的都没有那么出色。之前输给 TT 的比赛算是突破了观众们的认知下限，再输给 WBG， 容错率降到最低，还剩下8场比赛的情况下，必须得赢下6场才能有机会进入季后赛，也就是说8-8的战绩也不能算稳。如此看来 BRG 的这个赛季所面临困难的严重程度要远远高于春季赛的滔博，但 BRG 已经开始学 TS， 开始打人员轮换了。昨天下午 BRG 战队正式官宣，将2队的 ADC 调到1队，同时直接将刀狗下放到 BRG 2队。这个决策之下，观众们的感受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：极度震惊。要知道，刀狗选手可是在春季赛压制住了 UZI，BRG 战队可以说是为了培养刀狗哥，不惜背负骂名，把 UZI 按在替补席，一度搞的是天怒人怨，就连 LPL 官方都在开 BRG 战队，认为他们过于离谱。没想到夏季赛打完一半，刀狗就直接被放弃了。这波是神罚降临了，属于是。观众感到震惊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 BRG 战队引入了新的 ADC， 而是 BRG 选择直接将刀狗下放。因为正常来说，俱乐部引入新选手是要和原来的首发竞争的，不至于将原来的首发直接抬下去。但 BRG 这波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，底下的评论也是纷纷表示 BRG 的管理层已经彻底疯了。那么为什么要换刀狗呢？从之前的比赛来看，刀狗暴露的主要问题是他的打法太过于奇怪，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有的时候打得非常莽，有的时候又非常怂，打团的思路和判断都非常差，要么心血来潮上去操作一波送了，要么队友上了之后他掉头就跑。之前打 WBG 的比赛就有一波非常经典的，队友先手打得非常好，结果刀狗掉头就走，狼行在饭堂也是 Q 了这波操作，导播没剪，其实是非常离谱的。早在春季赛的时候，刀狗就有这样的问题，很多团战能操作的情况下不敢操作，可能是自身压力比较大，害怕犯错。如今刀狗被下放，不少网友也是拍手叫绝，如果留下 UZI， 你们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而这个消息也在圈内引发了一波热议，管泽元在点评的时候就表示 BRG 48启动，而 UZI 在266直播的时候也对这件事发表了锐评。他表示 BRG 已经进不去季后赛了呀，他们现在估计在为下个赛季准备了，练新人了。虽然 UZI 这话有点调侃的味道在里面，但按照 BRG 目前的战绩以及状态，进入季后赛还真的不太可能，除非说这波 AD 换人能在之后打出爆炸性的效果，比如来一波超级连胜什么的，但这种概率估计比中奖还难，因为 BRG 的问题远不是换一位 AD 就能解决的。阿博认为 BRG 战队想要复制 TS 战队的北伐神技是不可能的， TS 的排列组合其选手强度要远远高于 BRG， 而 TS 战队的实力上限确实高，上线能拿冠军的队伍只要自己状态起来了就可以一直赢一直赢。但是 BRG 不一样， BRG 的配置在更换新人之后是远远达不到顶尖队伍的水准的。然后就是 BRG 的管理层，这次确实是急了，但是阿博认为急的有点太晚了。可以预见的是 BRG 这个赛季已经是失败了，即使最后进入季后赛，大概率也是1轮游，最多2轮游。
以他们的实力上限来说，根本没有机会冲击世界赛。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 BLG 去年组建这个阵容是要冲击世界冠军的，至少也要进入世界赛。但现在来看，他们必不可能进入世界赛，因此整个 S12 赛季 BLG 的旅程就只能用失败2个字来形容。只能说心疼刘青松，和 BLG 签约了3年，到时候就等转会期，看看 BLG 还是否愿意花钱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LPL 在昨天进行了一场 LNG 和 FPX 的对决，这场比赛也是有梗的，对音 B 和林伟翔之间的对决。在这场比赛中， LNG 战队是被 FPX 战队以2-0的比分直接横扫，输掉比赛后战绩变成了5-4，而他们的对手 FPX 则豪取4连胜，战绩4-5，士气正盛。比赛中，对音 B 选手连续2局选出中单9桶，但是这手9桶表现极差，观众给出了自己的评价，不如大司马。对音 B 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各种英雄打中单的选手，最近 LNG 战队陷入困境，对音 B 也在找一些办法。他之前在直播中表示说，他们已经找到了赢比赛的办法了，但真正打起来之后还是一直输，表现太差。上一场胜利方式也如同便秘，令人失望。简单复盘一下比赛进程，对音 B 在第1局的比赛最关键的一波团战中，技能全空， Q 空、E 空、大也空。之后的团战，对音 B 也基本没有任何思路，看不到他先手开团，只能看到他在团战里面逛街，随便丢一丢技能，然后死就完事儿了。第1局其实 LNG 前中期是优势的，但这个优势讲真话，主要是 Tarzan 带起来的，对音 B 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。但是关键团战，对音 B 表现就是非常差，输掉那波小龙团之后 ，LNG 就大势已去了。而第2局则基本是 FPX 的一个碾压局。简单说一下对音 B 这局的2个操作，先是在野区找机会先手林伟翔，先放大招再 E， 想要来秀一波的，结果把自己给秀了，被林伟翔配合队友围殴致死。然后就是上路 LNG 被 FPX 围剿的那一波团战，在乌鸦已经开大招的情况下，对音 B 放了一个大招直接空掉。后续的大龙团战中 LNG 众人全部阵亡，对音 B 的9桶极限逃生，结果被行各种戏耍，最后虽然跑了，但是局势已经无法改写了。另外还有比较有趣的一点是，最近和对音 B 对位的中单读书能力都很强，牙膏、Care 以及下手最重的一个 Net， 一共在对音 B 身上叠了90层杀人书。观众纷纷建议对音 B 当老师，教学生效果肯定好，大家读书能力都会很强。阿伯认为，去年夏季赛对音 B 的那个表现，现在看来有点像是回光返照。LPL 3大中单之一，现在对音 B 的确展现出了作为一个老将的疲态了。在今年的夏季赛，对音 B 的各方面能力都在退化，这一点还是挺让人感到可惜的。对音 B 在对线能力、游走能力、指挥能力、情报收集与处理能力、团战思路、团战细节处理，所有能力全部下滑。这种趋势是很危险的，虽然不想这么说，但事实证明，目前对音 B 这个水平确实是接近于要退役的一个地步了。然后就是 LNG 现在的问题也挺严重，如果只是对音 B 有问题，倒也没那么麻烦。关键点在于，对音 B 需要承担一部分伤害任务，还有一部分的节奏能力，所以感觉玩肉中单也不太行。总之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想要崛起真的很难了。